今天呢，美国最高法院判了4个案子，川普输了3个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个性侵案，这500万啊，他必须得赔了。老川一看这个判决呀，对自己非常不利，他又提那个紧急状态了，因为他明确知道今年的中期选举啊悬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，美国总统如果宣布了紧急状态，能够被议会和最高法判无效吗？当然了，老川手里啊还有一张底牌，就是自己的那个拥趸。如果说他不顾一切，再来一次那个发动群众冲击国会或者是最高法，那这次啊，2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今天是美西时间的6月29号。先说一下美国最大的新闻，就是最高法判了4个和川普相关的案子，老川啊3个输了。咱们先说2个有代表性的。第一个啊，就是美国群众啊特别想知道他那个性侵案到底这500万能不能赔。这次啊算是踏实了，最高法算是最终判决，也就是说驳回川普的上诉啊，维持原判，这500万你必须得赔。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案子的来龙去脉，我就简要跟你聊一下。老川在1996年的时候啊，他那年是50岁整，他认识有一个熟人，就是一个杂志的那个主编，那人家去试衣间试衣服了，让他在旁边等着，他直接滋溜钻进去了，然后对这位女士实施了性侵。那你说那方便吗？那个地方那试衣间那么小，他据当事人后来说呢，他是用手解决的。你看这性质啊是相当严重，这情节很恶劣啊。所以说判了多少钱呢？是$500万。当然了，法院呢也知道老川的这个连续破产的6次，他能不能赔呢？他肯定不想赔呀。于是啊，在2024年的时候，法院已经让他把这500万啊，你先存在法院的账户里了，而且多存了50万。这叫什么办法呢？就是你可以上诉，在上诉期间，这个钱我先给你保管着。这次啊，川普他不需要再签字了，他直接法院走程序就把这550万就拨给这位受害人了。除了这个性侵啊，他会直接引发另外一个案子，因为那位女士受到他的这个侵扰和侮辱以后啊，心情很崩溃，她提出来了是1830万的精神赔偿。因为老川说，哎，我没干过那事儿啊，他告我，他是为了钱，我不喜欢他那一款。而且啊，他的很多拥趸对这位女士啊发邮件啊进行了侮辱，所以说精神损失很大的，人家80岁老太太了。所以说啊，他赔了是1830万。但是最戏剧性的是什么呀？呈堂证供以后，这事儿坐实了，老川确实干过，有证据。既然这样啊，大陪审团又提出来了，必须在这个1830万的基础上再多赔6500万。你看这大陪审团呢也是挺有正义感的啊，法官也采信了这个证据。所以说这500万今天判完了，那剩下的8332万基本上也算是板上钉钉了。好，除了这个桃色的案子啊，咱今天主要还是聊那个正事啊，就是美国总统老川，他如果说觉得自己的中期选举啊没太大戏，他要宣布紧急状态。一个呢是接管，他把这选举的流程啊、选票的保管他来弄起来，这个行不行？首先说，美国宪法明确规定，这大选和中期选举的实际操作是归各州的，
你联邦啊，尤其是联邦行政分支的总统，你没有权利干预这个选举。假设老川啊真想玩这个紧急状态，他怎么办呢？在这儿我必须跟你说一下啊，这绝不是他临时的起意，这个实际上是在2025年的12月份，这不是没几个月吗？实际上，新闻媒体就得到了一份17页的紧急状态的命令，也就是说啊，他早就想干这事儿，他不是一时兴起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佛罗里达的律师为他起草了这份紧急状态的命令，他要接管选举。但是啊，在新闻媒体爆出来以后，老川的第一个任务是啊，否认没有啊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没参与这事儿。你看他把这事儿呢撇得干干净净。但是人们从常理上说，你的律师闲着没事吃饱撑的给你起草这命令啊，没有你的允许，他怎么敢这么干呢？当然了，明白人啊，大家都懂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，如果他要是硬上呢，要宣布这个紧急状态，实际上啊，议会的2/3多数是可以宣布这个紧急状态无效的。当然了，我感觉现在的参众两院啊，你要是2/3多数啊，有些难度。但是啊，另外一个办法可能更快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直接打官司起诉。在这儿我们必须说一下，美国的法律规定啊，这个最高法它有一项权利叫做临时禁令。比方说各州啊都说，宪法明确规定这选举是我们各州的，你不能够以紧急状态来干预，我要告你。告的最高法院，他当天就受理，第二天就可以出这个禁令。那结果是什么呀？你总统说出去的紧急命令，也许不需要24小时就已经被宣布冻结了，就是叫临时禁令。至于说法院要判这个案子，你再上诉，那可能要走几个月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中期选举已经结束了，好吧？如果说选举对老川不利，当然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，他对这个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已经死亡了，判不判已经没有太大的意思了。当然了，我们说终极的一个对决啊，可能还是说非正常渠道，那就是老川在这个他的支持者当中啊，还有一些威望。如果说他在发动或者说互相心有灵犀啊，咱去把那个最高法给他围了，你看冲击国会山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个法警啊、司法部的那些部队啊，就未必能够应对了。这个时候就要上国民警卫队。一个啊是这个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，它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如果说这个也镇不住，对方人太多啊，或者是这个带着家伙来的，那就有可能启动周边州的国民警卫队。华盛顿特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，它是被2个州包围起来的。北边呢叫马里兰州，南边呢叫弗吉尼亚。幸好这2个州啊，目前都是民主党执政，它属于叫深蓝州。那如果说首都这个对峙起来了，这2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啊是归州长指挥的，他就能够平息可能发生的叛乱。好，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如果您觉得大卫的节目有点意思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咱们明天见。